今天我来帮这个建房屋的地梁回填。这个老板打电话催了我好久，但是我跟他解释说，他这个地梁必须要建好1个礼拜以上，才能承受着挖机碾压，我才能帮他回填。要不然挖机在地梁上面压来压去，容易把它压坏。正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，修一个房子要这么久的时间，也不差这几天了。万一把它地梁压烂了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地梁里面的土是我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，所以我刚刚先把里面的土挖平一下，然后再把上面均匀的铺上砖渣子。这样房子建好以后，房子里面的地面和下面的土中间还有几10公分的砖渣子，可以用于防潮。还有它这个砖渣子，上次我拆房子的时候就把砖渣子堆得这么近，就是为了今天方便回填。这里还有一个大家伙，这个是老房子，地基太厚了，根本填不下去，我只有在这个地梁里面挖一个坑，把它填下去，上面再填上砖渣子。房子旁边的这堆土是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，堆放在别人的田里面，因为它这个回填砖渣子太多了，不可能全部填完，所以我需要先把这个占着别人的地方的土先挖掉。今天我在干活之前，这个房子的老板还有这个田的主人都跟我说了，让我一定要先把这个田里面的砖渣子清理干净，别人要赶着种庄稼，堆放在田里面的土，挖机挖到最后还剩一点点，为了不让挖机帮他的地梁、地基造成损害，我就用挖机尽量挖，万一挖不到的就用人工自己来搞吧。刚刚又挖到几个大家伙，根本停不下去，我又找了一个房子，在不损害它的地基前提下，帮这个房子中间挖一个深坑，把这些大家伙埋下去。这个老板的房子质量肯定是相当的好，到处都是钢筋，本来挖机可以一次性扔过来的砖渣，现在要分为2次，多了一半的工作。因为场地的因素，挖机不好操作，工作时间肯定会增长，同时也会增加老板的费用。这个其实是砌墙师傅他们图省事。像这种地梁，上面的钢筋一般留40-50公分，方便以后接就可以了。如果只留40-50公分的钢筋的话，挖机完全可以从钢筋上面转过去，但是它这个钢筋用的是整根的钢筋，所以挖机无法从上面转过去，只有多转几次土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地梁里面的土全部甩满了，挖机从里往外开始把它整平。这个地梁里面的土整平了，也有很多种要求，有的需要留出打混凝土的位置，就是比这个地梁低上10公分或者15公分，有的平着地梁整。今天这个东家的要求就是凭着这个地梁整过去。这个老板干活也是想一出是一出，一开始没有个完整的计划。刚刚我把这个位置的砖渣子全部甩到房子里面，他现在又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这里还要留上1.5米的一个台子，让我再给他填1.5米宽的砖渣子，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不磨我不磨，世上哪来这么多的活？把这个1.5米的台子填好了，现在他家门口还有这么一大堆砖渣子，我现在帮这个砖渣子全部甩到旁边的这块空地上，再把他这条路也给他填一填。这个老板家门口的位置实在是太窄了，砖渣子不移走的话，没有位置可以堆放建筑材料了。看到这里的话，可能有老铁要问我，既然砖渣子还剩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叫货车拉出去倒掉呢？其实这个砖渣子还有大用处，只不过不是现在用。它左边这个老房子的位置很低，以后等房子修好了，它这个老房子需要拆掉，再用这个砖渣子把老房子的位置给它填上来。但是这个新房子没有修好，老房子拆掉了就没有地方可住了，所以这个砖渣子就先堆放在老房子后面这里了。
还有他家门口这条路，是个2头高的形状，只要一下雨，中间就有很深的积水，所以也可以把它填一下，填成一个斜坡。填好之后的路，依旧是用挖机反复碾压几遍，然后就全部搞完了。对吧？开什么开呀？你到哪里偷的橘子啊？不说了吧，人家让我摘的。待会儿把你抓起来。今天这个效果，老板表示满意，干完就结账。